大家好，我们是第23组。那我们今天的 demo 的 final project 的主题是核多导体病毒接种的甜菜叶影像辨识。好，我们的组员呢有一位资工所的学生以及2位生技系的学生。生技系呢有一个核心宗旨，就是我们要用科技去解决农业上遇到的问题。那这就跟我们这次的主题很有相关，就是甜菜叶呢是台湾一种危害很大的害虫。那我们以前是用化学农药去面对它，但是这对环境负荷有点大，所以我们想要改以这个天然的病毒核多导体病毒去对付甜菜叶。可是核多导体病毒要生产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如果要量产的话，我们必须去以活体作为载体，才可以让它大量复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有一个产线，就是就是它会生产一批一批的虫，然后等到虫长到一定大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把饲料里面掺核多导体病毒，然后让这个病毒呢去感染我们养出来的虫。那感染之后，它就会在它体内大量复制嘛，把它做成农药这样子。可是在这个产线病毒接种这一块有很大的改良空间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以同样的病毒量去给每一只虫，那可是虫和虫之间有个体差异，同样的病毒量，对有的虫来讲，可能是像左半部这边就是都是太健康的，这个是就还是白色的，然后这个是甚至还健康到化蛹了。那正常来讲，被感染到应该是会变黑色，那甚至有的同样病毒量会让这个虫提早死亡，就它会有尸水出来。对，所以AI 可以介入的点就是说，我们希望每天去拍这些虫的照片，然后可以依据这些照片辨识出来判定的4种生长状态，去调配我今天要给的病毒量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看我们去查之前有人做过类似的研究，去查虫啊、影像辨识啊，查到的大概是2种，一种是动态追踪的影像平台，去追踪菜虫，去追踪草履虫；那另外一种是去辨识害虫的种类，这是我们系另外一个实验室在做的。那至于说去监控昆虫生长的情况，我们还真的没有查到相关的研究，所以我们算是从零开始。好，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先收集照片，就是我们养了15组的虫，每一组6只，然后去拍摄它从第5天，也就是病毒接种那一天开始到第10天的变化。对，那所以因为我们是6格6格一起拍，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先切成一格一格，一格一张，就是一格一只，一格一只这样子，这样比较好 train。那之后呢，还要把它 label 就是把它分资料夹放好这样子。之后，这是我们的 CNN 模型的训练，左边是一些 hyperparameter， 右边是 model 的架构，就是可能包含 convolution layer 啊，然后去做 pooling 啊，然后去 dense fattening 之类的。对，那我们有做一些 data augmentation， 像是 random flip， 这是我们的 result。我们的 validation set 的 accuracy 大概可以到70%，然后这是我们的 loss 的图。对，那我们第一个结论是，我们的 loss 应该还有一些进步空间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，在第30个 epoch 的时候，它的 loss 就几乎是有点持平的，完全没有往下掉的趋势。对，那还有 accuracy 70%其实是还有进步空间的。那再来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，化蛹太过于健康还有死亡的3种 data 数量是就是不太平衡的，少很多。大概这3个加起来，大概就跟我们就是有被病毒感染的类别的是一样多的，所以总之就是资料量不足的原因，所以让我们这个 model 后来训练出来误判大多是发生在这3个类型。所以我们未来可以做的就是收集去更多资料，然后尤其是前3种类别的，对，然后或许我们可以再加一些 GUI 界面啊等等的，然后也希望说就是可以借由过去几天的资料去，就单独这只虫它可能会
长成怎样。好，今天 demo 大概就到这边，谢谢。